解锁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墨尔本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。这个城市啊，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，没有之一，而且是连续7年被评为最宜居的城市。那这个地方有什么魅力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个城市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他们市区内的一条河的桥上，这条河呢叫亚拉河，所以呢这条河呢又把墨尔本分为南岸跟北岸，全球最宜居，牛逼！我现在在这个桥呢叫做王子桥，河的两边呢有一些咖啡馆、餐厅，还有很多人在跑步，特别多人在跑步。从这个角度上看过去啊，其实澳大利亚的高楼并没有特别高，也没有特别多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城市，它为什么会被评为最宜居呢？我想宜居这个词啊，它并不等同于繁华繁荣，而是人舒服的、最舒服、最放松的一个城市。我给你们找出来了周董在这拍的照片，噔，就是这儿。咱也来拍一个，然后我也拍了一张。墨尔本啊，拥有最健全的一个公共交通系统，而且在城市最繁忙的中心地带，乘坐电车啊都是免费的。开始于1935年的35路电车，现在整个墨尔本啊只有12辆。老墨尔本人有这样的一句话：“钟下等我”，说的就是这个弗林德斯火车站的这个钟车站，也是整个墨尔本的地标。1854年建成，整个澳大利亚的历史才多久？这就相当于有了澳大利亚，马上就建成了这个弗林德斯火车站。现在我们到火车站的内部里面去看一看。Flinders Street Station， 好复古的车站啊，朋友们。但是复古呢，又加入了一些现代，有一种又复古又现代的感觉。哦，这些钟，这些窗户，咋这么好看呢？Mickey 是墨尔本的公交卡，墨尔本乘坐地铁是不能像悉尼那样可以用 Visa 卡，只能用公交卡。前面这个非常漂亮的建筑就是圣保罗教堂，就在弗林德斯火车站的斜对面。澳大利亚这边的教堂，它的顶都特别有意思，都是这种特别尖的一个顶。现在我们要去每一个墨尔本人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喝咖啡。墨尔本啊，它是名副其实的咖啡之都。虽然他们不产咖啡豆，但是他们的咖啡品质都非常的高。随便小草梯一躺，就是一个惬意的早上。澳大利亚它是一个移民国家，这个里有来自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的人聚集在这个地方。Morning bar， 早上的 bar， 确实有一点 bar 的感觉。这个音乐。Excuse me, what's the name? Dirty pistachio。在街边喝这个墨尔本咖啡。看着人来人往的人。刚才隔壁坐了一个韩国姑娘，没好意思拍她，我跟她聊了一会儿。有时候出来旅行哦，跟人交流、跟人聊天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部分。你可以了解到他们国家的文化。我刚才跟那个韩国妹子说，我听说你们国家的人都不爱睡觉是吗？那么她自己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就跟她说了啊，最近互联网上经常说你们韩国人都不喜欢睡觉，因为你们有太多的工作，然后要社交，然后还要健身，所以没有时间。她说她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。现在到的是墨尔本的涂鸦街，据说这条街的涂鸦每天都不一样，每天都会有上新的图案。现在看到的可能不久以后就没了。感觉有些图案还挺有艺术的，这画的真不错。这儿可能整个墨尔本啊，因为大多数街上都不能涂鸦，所以这里呢这一片区域是允许涂鸦的，所以就特别多。垃圾桶也上了涂鸦啊，给树移植了一个心脏。这里有一扇门啊，门也不放过。这面墙上记录的是被杀害的女性啊，他们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为这些被杀害的女士进行一个守夜活动。
这边有写着165个澳大利亚女性被杀害。这个把鞋子全部都挂在上面，有何深意呢？啥意思啊？仔细看这些鞋底还有涂鸦。墨尔本果然是艺术之都啊，涂鸦都这么艺术。我们去吃一个墨尔本美食，被誉为全球最好吃的可颂，太贵啊！但是多贵都得吃啊。哎，这个好哦，这个看起来好吃，一个是12.5刀。No, thank you. OK。那这家店是没有位子的，所有人都站着吃。Delicious。我这一刀下去，发现好酥脆哦。来，粉丝先吃。它的外皮怎么能做到这么酥脆？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杏仁碎碎、坚果碎碎，上面这个杏仁超级好吃，杏仁片好脆，中间有一些甜甜的酱，味道也是奶奶的、奶香奶香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全球最好吃的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要站着吃。我现在吃完了，你们看那个盘底，我真的如果这边没有人的话，我肯定会舔盘。那人多不好意思。我吃完出来就有好多人还在排队。墨尔本整体感觉就有一种又古老又现代的感觉。天气变好了，蓝天白云出现了。在墨尔本的气候呢也是非常好的，就是它没有极端的寒冷，也没有极端的炎热。现在又是最好的一个季节，春夏交织的时候。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兰花楹也是开着全程都是非常漂亮的紫色小花。这个城市啊，除了物价高一点，其实我觉得还真是挺好的。但是物价高这回事呢，是针对外国人而言的。他们本国人呢，如果在这边赚钱啊，你想一下，他们最低的时薪是24澳币，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一天最低的工资是1000人民币，那一个月就是3万人民币。随随便便街上一个人啊，都是月入3万人民币，最低。如果拿的这一份收入，这还是最低的，在这里生活，我觉得基本上问题就不太大。说真的，在这个地方，你只要有手有脚，稍微干点活，都不至于饿死，甚至于过得还可以。你们是喜欢这种建筑，还是这种建筑？粉红色的大楼，好少女心，好梦幻。在这个国家啊，是大量缺乏人工，大量缺乏劳动力，所以他们很多行业啊，可以算是没有服务了。在很多领域啊，都是用自助的方式。你们看，在超市里面都是自助结账，酒店的自助 check in， 啥都是自助的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墨尔本的州立图书馆，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。图书馆的前面的草坪依旧是躺着好多人。哦，这个图书馆的建筑有点好看啊。你们看这个大石柱子有多高，我的人踩到这个底部。哇塞，真的是开放给所有人，可以免费使用。看一下 WiFi， 他们也有免费的 WiFi。澳洲这里有非常多免费的 WiFi， 而且都不需要密码的，只要你连上了以后呢，同意就可以了。这种感觉也是又古老又现代，它的外观是特别的古老，但是里面就是特别现代化的。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工作啊、学习啊什么的。居然还有提供电脑呢。然后这个就是图书馆的模型，居然是用热高拼的，刚才还没发现。哇，
哇呀，好大呀！其实它不止这一个图书馆啊，其实澳大利亚很多的图书馆都开放给人免费使用，真是一个独立工作的好地方。如果提前预定的话呢，你就会有一个单间，因为这里公共区域嘛，还是会要保持安静。那在单间里面就可以讨论啊，你就可以大声讲话啊，甚至可以骂人啊。这个就是单间会议间。你们现在别看我在这个地方说话，我是带着麦的，就是我说话声音现在很小声，用一个麦来收声的。这里是儿童区，这个图书馆最经典的位置在这里，咚咚咚咚。这有点从上帝视角观看人类文明的感觉。图书馆整体的设计真的是又古老又现代。打卡完成。这个是不是就是以前的楼梯啊？咦，我来到了这里。哇，这个小木头椅子，小木头桌子，这个木头就看起来好久远的样子。虽然上面还有刻字哦。这个呢，它是可以立起来的。虽然现在是一个电子信息时代，就看书的人会比较少，但是这个装置依然是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存在。哇，这里面好漂亮！这个是1869年建的购物拱门，非常古老啊。这像是一个古老的市场，但是又很新。这里啊，也有一个周董拍照的机位，周董是这个样子的。呀，这些巧克力看起来都好好吃啊！你们想吃哪一个？我帮你们吃。哇哦，3刀多。店员推荐的。它有点咸味，海盐巧克力，然后里面这种又买了一杯巧克力热巧，我喝看看跟美露有什么区别。简直一模一样，这一杯8.5刀，但是这个环境里面又感觉还行。澳大利亚的快餐品牌，乍一看好像汉堡王，好小的一个小咪咪的一个，这个就是汉堡王最小那个 size， 这个一个汉堡是8刀。这是汉堡王这个味。但它的肉饼好小一个。可以看墨尔本的天际线，城市天际线。哇！但是现在天色已晚，如果早一点来，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太晚了。这也是在墨尔本观看日落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哇，好嗨呀！今天是第2天了，今天准备去逛他们的菜市场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市场呢，在墨尔本是非常有名的，叫维多利亚女王市场。墨尔本身处澳大利亚的州呢叫做维多利亚州，而悉尼呢是西南威尔士州，所以大家知道澳大利亚基本都绕不开悉尼跟墨尔本，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2个城市。当然，澳大利亚的首都不在悉尼或墨尔本，而在另外一个非常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地方——坎培拉。那我们回程呢可能会路过坎培拉，到时候我们去看一看。这个是一个菜市场，其实现在越来越游客化了，游客越来越多了。这边的人呢是一天到晚都在喝酒，一大早就在喝啤酒。这里啊，几乎已经成为来墨尔本必须要逛的一个地方了。除了卖一些东西之外呢，另外还有一些餐厅啊、咖啡馆啊之类的。他卖的东西怎么稀奇古怪的？这是卖旧相机胶卷。到市场里面逛逛。自从中国有了义乌，中国人的这种小商品毫无兴趣。我们来找一些特别的东西，有一些手工做的东西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好像是这边比较特别的一种石头，然后它卖的价格，看599这样一个。这个是1299这样一个。这些价格都要乘以5才是人民币。区域就是卖生鲜的食物，那很多人推着一个小推车来买东西。我上次买了一个吃，特别好吃，
它的汁水特别多，而且橙子味道很浓。澳大利亚的白桃，如果你们遇到了，一定要多买。在超市里面才6刀多1公斤，这也要卖到15刀，哇塞，小贵呀！总体感觉呢，这里的东西卖的要比超市里面要好一点，但是价格也高很多。在这个牛油果嘛，在超市里面现在已经只有1.5刀了，但是这里是2.99刀。不知道是品种不一样还是怎么的。这个车厘子是12刀1公斤。澳洲的奢侈品其实是蔬菜。能看见这个姜卖到将近40澳元1公斤，太贵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市场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的。这是一个小吃区。Japanese yuan. Japanese. Yeah. Much for one. This one is $10, ma'am. And if you want to add any flavors, 12. 这里的一些小吃还是挺贵的，基本在10刀20刀之间。炒面一份12刀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炒面。我来到这最后面还有一个市场，这个市场卖的东西就很便宜了，就是1.5刀一小撮。空心菜1公斤是13刀，这个市场就比超市便宜好多了，3个5刀。芒果，这比超市要便宜。蘑菇6.99刀1公斤，桃子也便宜好多，3.99刀1公斤。牛油果3个5刀，这个才正常嘛。哦，这么大的蓝莓，这个蓝莓有点像樱桃大小了。一盒是18刀。西兰花是3刀1公斤，不错。这西瓜是2刀一个。它有些车厘子汤啊，车厘子会酸一点，有些是甜一点，有些是会烂一点，有些是脆一点。半公斤是8刀，就是人民币的不到40块钱。这家的车厘子它比较脆一点，买了1斤，这么多40块钱。这土豆跟红薯都好贵，土豆3刀1公斤，红薯4.5刀1公斤。其实国外是这样，它有些东西呢就会特别便宜，有些东西呢就特别贵。最主要是要看是他们本国产的还是进口的，或者是他们这边产的这个数量怎么样。所以不能以单一的一个产品，咱们的价值观去判断他们的物价。超市平均是4块钱，4块人民币一个，45除以30就不到2块钱，1块多一点。一家接一家的咖啡，他们这儿的人哦，喝咖啡真是写到血液里面去了。剪头发一次的价格是，这里是市场的肉区跟鱼区。你看他们这个肉区干干净净的，所有的肉都放在柜子里面卖。猪肉的价格是23刀1公斤，这一条排骨是8刀。我看上这个小羊排，太美丽了，就是价格有点高，35刀1公斤。好的。他们带骨头的反而会更便宜，才16刀1公斤。牛腱子肉20刀1公斤，那这样子说的话，这也不贵啊。哎呀，可惜我今天晚上就要走了，不然我高低得整一个牛腱子来炖一炖。到了这个海鲜区，这边有卖做好的哦，半个龙虾是40刀，斯马尼亚 X size 的生蚝26刀12个。看起来很不错哦。这是一个咖啡面包区哦，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哦，5刀一个，可颂一个5.5刀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蓝纹奶酪吗？巨臭的。Hey. Hey. Welcome to Australia. What's this? What is this? How much? $6. 哦，这是腌制的熟食。这个培根里面夹着奶酪，三文鱼里面夹着奶酪，八爪鱼。哎呀，说实话，这个市场真的挺好的，除了整体的在澳大利亚的物价有点高之外，其他都还好。我去问一下生蚝能不能买半打。Okay, because I'm one person. Okay. Why not 2%? Can I sit here? Yeah, you can sit here. Okay, thank you. Where are you from? China. Ah. Where are you from? Oh, I was born here. Chinese cooking.
Everybody likes it. Yeah, I never really? met someone who doesn't like it. Okay. Have you been to Shanghai? People from Shanghai have got a little bit of British and French and Russian blood. 是 Can I take one? Yeah. Can my brother take Yeah, one? yeah. Brooke, please. Thank you so much. Please. I love you. Oh my God, this Try. is $500 a box. 热情的当地人，聊了一会小天。它跟悉尼盐蚝不一样，它的个头呢更大一点，然后呢颜色呢更白一点，白嘟嘟的。粉丝先吃。它跟悉尼盐蚝不太一样的是，它最主要的风味是甜脆。说实话，墨尔本的感觉比在悉尼要舒服一点，不光光是因为这里中餐多，我感觉这里生活的还挺舒服的。而且呢，如果你来墨尔本旅游啊，就是它景点集中的那一块区域特别小，就方圆2公里左右吧，就是特别小，你可能花1天的时间 City walk 一下，所有的地方都能够走遍。澳洲在大城市的停车规则非常复杂，而且非常难停。你们看这个图，2P 代表一辆车只能停2个小时，就是你有钱也只能停2个小时。Meter 代表收费的，意思呢就是说你有钱还不行，每辆车呢只能有2个小时的停车时间。世界最宜居的城市。除了停车又贵又难之外，我觉得这个城市其他地方还是可以的。我住的这个青旅附近特别多中文餐厅，这个是马来的，然后什么紫燕百味鸡都有。人家对面，老友记、趁乐食堂、张亮麻辣烫。难道我来的是一个华人区吗？我感觉墨尔本快被中餐占领了。我们看一下烧腊饭多少钱？叉烧饭是17.5刀，麻辣烫。听说在国外麻辣烫特别贵，我发现这里好多中国奶茶店哦。在墨尔本的中国奶茶卖的好贵呀，8刀、10刀、9刀，买了一杯奶茶8刀，8刀要40元人民币了。中国的奶茶文化已经传播到世界了。买了一杯中国品牌的奶茶，这8、9刀呢，在澳洲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？他们的咖啡呢，普遍价格都在4刀左右，所以我们这个奶茶啊，在他们这里是2倍多的一个价格。我看到中餐我就想吃，但是想想回国也能吃，在这边还是多吃点牛排吧。午餐是39.9刀，晚餐是49.9刀。哎呦，现在5点就已经这么多人了，对，这也太好了，一个人也能吃。在悉尼的有些烤肉自助餐，一个人是不让吃的。而且还贵，这里好便宜啊，比悉尼便宜好多。看看隔壁一阵阵烤肉香，我他也在用大疆。啊 ，Hello，我们现在去拿东西吃，姿势不看。咦，肉区，这个肉好，这个肉好，没有腌制的牛肉。咦呦，来一点，这个必须。多整整，哇，这个雪花，看看这个雪花，这个是啥？羊排，搞一个，有一些寿司，但是没有三文鱼，虾搞一点，其实主要的东西也没多少啊，就是一盘肉，一盘海鲜，然后一盘熟食，一点寿司，然后生菜，对吧？咱们开搞。哦，这油滋滋的口啊，这个谁能拒绝啊？哎呀，在澳洲没别的，就是牛肉管够。来，粉丝先吃。你们看看我住的一个青旅吧，这个是青旅的一个公共空间。我呢现在已经退房了，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看房间里面。它这个青旅的名字啊，就跟我在悉尼住的第一家青旅的名字是一样的，叫做小小漂流者。他们这家青旅的公共区还是蛮大的，打桌球的。觉得澳大利亚的青旅的厨房真的极度的舒适，煤气遇到点问题，所以这里是关闭的。但是
但是他们有另外的一个替代方案，就是用这个电锅。他们这种电锅呢是可以炒可以煮这样的一个装置，然后这里还有一溜的空气炸锅、微波炉、烤饼机，然后厨房会有分为冷藏区跟常温区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小框框，然后有一个标签写满自己的名字。有些人离开那东西没吃完，就会放在这边给其他人免费取用。不知道你们看完这期视频后，你们会觉得墨尔本感觉如何？我想一个城市能够连续7年被评为最宜居的城市，一定有它的原因。因为越是繁荣的城市、繁华的城市，你会在那个地方感觉生存压力越大。而宜居这个词呢，我想更多的是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，它很安全、很健康、很有趣。我想墨尔本能够被评为宜居的非常关键的几个因素，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，没有过多的攀比跟炫耀，人们没有把买豪车、买名牌的包、买名牌的东西作为一个人生追求，他们更多的人生追求是你有多少时间跟家人在一起，你有多少时间去度假。他们会把自己晒成非常健康的一个小麦色，作为一个生活幸福、人生幸福的一个标准。再说到他们的医疗，他们拥有全世界一流的一个全民医疗保障系统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。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9国澳大利亚，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。下个视频带你们看澳大利亚的大洋路。如果你们在澳大利亚非要自驾的话，只能选一条路的话，我就推荐大洋路。好了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